3I-Atlas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這位從星際遠道而來的訪客正上演超出預期的一幕，讓天文學家們一次次重新審視先前的判斷。3I-Atlas 再次拋出新謎題，這回不是軌道或速度，而是它突然異常的發光表現，讓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這一次，它的亮度像被按下快進鍵一樣迅速飆升，而成因依舊成謎。現有模型暫時解釋不了這個快得離譜的變化。更具體的說，在與太陽相當的距離上，它比奧爾特雲多數同行量的多，長得快。專家們等於又多了一道棘手的選擇題。自打被發現起，這塊神秘天體就像驚喜盲盒，剛以為看懂了，它立刻再抖出一條新線索。它的物質組成古怪，光線反射更與眾不同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能見到镍的蹤跡，卻幾乎找不到鐵，這不符合我們對彗星常識性的認知。不過，一個近乎天賜的觀測機會正在逼近，也許能把它的身世之謎撥雲見日。恰好 JUICE 探測器卡在一個極佳的幾何位置，接下來幾周能對它來一波近距離體檢，收集前所未有的細節數據。可問題來了，它為什麼處處反常？究竟是什麼讓它和我們熟悉的彗星長得不像？更重要的是，它能把外星恆星系統的哪些秘密帶口信給我們？這才是大家真正關心的。請跟到片尾，我們會把線索一一拼起來，盡可能給出清晰的結論與靠譜的推斷。起初看起來再普通不過，像是天文目錄裡又多了一個平平無奇的新條目。今年7月，智利的 Atlas 望遠鏡抓到一個小小的、移動飛快的光點。起初大家都以為，大概是顆常見的小行星吧。可很快，後續數據打臉，這玩意兒一點也不普通，反而越看越蹊蹺。它在太陽系裡呼嘯而過，時速相當於每秒58公里，這樣的高速足以把它與本地居民區分開來。光憑這個速度特徵，就足夠說明它不是本土產品，而是從星際深處被甩進來的異鄉客。沒錯，繼奧莫莫和鮑里索夫之後，他是第3位確認的星際訪客，屬於極其稀有的跨城來客。和前2位一樣，3I-Atlas 也不肯按套路出牌，連環謎題一串接一串。據觀測，他在遠遠超出木星軌道的冷遠處就開始明顯放棄，這一點本身就很反常。更驚人的是，二氧化碳與水的比例約8:1，幾乎顛覆了我們對彗星水煮沉浮的認知框架。照常理，彗星裡的揮發物以水冰為主，得靠近太陽，溫度上來才冒氣兒，這才是我們熟悉的劇本。打個比方，升華就是固體直接變氣體，不走液體這一步，乾脆利落地跳過中間環節。可二氧化碳在更低溫就能升華，而它在 3I-Atlas 的噴氣中居於主角地位，暗示這顆彗星的配方表與本地彗星截然不同。而接下來的發現更離譜，讓原本就複雜的局面再添意外。它們在揮發，也就是包圍匯合的稀薄氣體塵埃雲裡，檢出了鎳，卻幾乎見不到鐵的信號。這不合常理，因為鎳和鐵在恆星裡往往同生共長，在彗星材料裡也通常是一起出現的搭檔。於是2個疑點並列擺在台面上：鐵去哪了？為何被攔住？以及它怪異的光學反射到底源自什麼樣的微觀結構？更具體的講，它呈現異常強的負極化特徵，通俗說，就是塵埃反光的姿態極不尋常，強度前所未見。這讓人合理推斷，要麼它表層物質長相不一樣，要麼塵埃顆粒的形狀、大小或組合異於常見彗星。前提是它確實是天然形成，難不成是外星飛船？這個大膽猜想總會被提起，但需要一一核對證據。歸根結底，還是身世之謎。它從哪兒來？怎麼成的形？不同於行星乖乖繞太陽畫橢圓，它走的是雙曲線，一掠而過，揮手告別。
飛向更深的星際黑暗。更出乎意料的是，它幾乎貼着行星公轉的那個扁盤面闖進來，角度罕見的對齊，可以把太陽系想成一個薄薄的大圓盤，絕大多數成員都在這個盤面裡轉圈，這是天體力學的常見隊形。而 3I Atlas 幾乎是貼邊斜插入盤面，這個幾何巧合反而讓我們有了更長、更清楚的觀測窗口。可這位大新聞主角的老家在哪兒？這問題目前還只能憑線索倒推。說實話，現在還定不下來。但有團隊懷疑它來自銀河系的後盤區域，一個較冷清、較古老的星族地帶。後盤位於主盤上下，恆星稀疏，年紀偏大，金屬含量也更低，算是老資格的星際社區。那裡相對清靜，碰撞與擾動少。像 3I Atlas 這樣的碎冰岩有機會安穩地在星際間流浪很久很久。說到久，估算它的年紀可能超70億年，幾乎是地球的2倍大壽，屬於宇宙裡的老前輩。當然，也不能排除其他解釋路徑。科學從不只留一條路。哈佛的阿維·勒布曾指出，奧莫莫身上有幾處像人造太陽帆的特徵。這個觀點引發了不小的討論。考慮到 3I Atlas 軌道怪、速度快、性質異，勒布把它納入另類可能性討論，也就順理成章。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麼？是在給外星文明背書，還是在提示研究方法？他是否真的認定這是一艘正在穿越太陽系的外星飛船？這是大眾最敏感的問號。答案並不絕對，他並非直接宣稱就是飛船，語氣更偏探索與提醒。他強調文章的用意在於保持警覺，提醒科學界別忽略不合常理的數據點，而非大張旗鼓地宣布外星人來訪。換句話說，先把門開一條縫，耐心核實證據，再給定論，別因為爭議就一棍子打死。接着是亮度陡增這道難題，來得猛，來得快，仿佛幕後另有加熱器。10月29日，它抵達近日點，也就是繞太陽軌跡上離太陽最近的那個關鍵節點。彼時它與太陽的距離約 2.03 億公里，按天文尺度算是比較近身的觀測窗口。對彗星而言，這一刻往往是表演高峰，因為受熱最明顯，變化也最劇烈。隨着靠近，太陽輻射讓表面物質加速溢出，會發隨之點燈，明亮尾跡蔓延成壯觀景象。更精確地講，是冰直接升華成氣體，氣體攜帶塵埃從表層裂隙噴出，形成噴流與塵尾。塵埃像無數小鏡面，把陽光往回灑，整體就顯得更亮、更醒目。所以大家本來就預期它會漸亮，但也只是漸進式的，按常規節奏來。沒想到的是，它像踩了油門一樣，亮度提升速度超出模型範疇。這背後意味着結構特殊，還是物質不一樣？目前還沒有可以蓋章的答案。一篇論文引述了2位研究者的觀點：洛厄爾天文台的張啟成和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的卡爾·巴塔姆斯。他們表示，增量成因未明，但速度確實快得反常，明顯超出同距離下奧爾特雲彗星的典型水平。可以確認的是，多台在軌觀測平台 Stereo AB 日地觀測站與 GOES-19 都獨立記錄到了這波快速增量。因為它此刻角距太陽太小，地面望遠鏡幾乎貼不住，只能靠太空平台接力觀察。可關鍵仍在於因果，是什麼機制把亮度推高到這個檔位的？有人提出極端設想，這可能是母艦釋放探測器所致的人造光變信號，但這更像思辨性假說。不出意外，這類解釋並未得到主流認可，證據鏈也遠談不上完整。更保守的看法是，它急速掠過太陽系的動力學條件，疊加成分與結構差異，共同觸發了非典型的增量曲線。比如在近日點，它的速度飆到每秒 68.3 公里，約每小時 24.6 萬公里，這會極大影響噴氣與受熱的節奏。另一個角度看，增量方式本身也是化學指紋。
能反推它內部的原料配比，這就讓人興奮。星際來客像郵差，把母恆星系統的化學環境信息一併帶了過來。若它的內部構造與奧爾特雲彗星顯著不同，就可能映射出它老家的星系在化學演化上另有軌跡。對此，張啟成與巴塔姆斯給出了一個更宏觀的提醒。他們指出，核的成分、形狀與結構的異，要麼源自出生地的化學環境，要麼是漫長旅途中的改造，這些都可能觸發異常增量。而在缺少監視機理之前，近日點後的光變走勢仍處不確定態，它也許會維持高位，甚至再衝一把，也可能迅速回落。兩種劇本目前都得同時準備。簡單說，現在沒人能拍胸脯預測它接下來的亮度曲線會怎麼走。不過張啟成傾向認為，它的生化機制可能反常，靠近太陽依舊以二氧化碳為主導，這與常規水冰主導有別。二氧化碳的強烈升華甚至可能帶來局部冷卻效應，反過來壓制了水冰的釋放，這就會改寫亮度節奏。好消息是，這些猜想很快能用真數據說話。一次罕見的幾何機緣正把觀測窗口打開。那麼 JUICE 會如何把握這次從天而降的好運氣，把它看個明白？如前所述，地面望遠鏡此刻受太陽眩光限制，幾乎幫不上忙。幸運的是，軌道上的 JUICE 位置正合適，能從側面視角穩定跟拍這位訪客。巧得很， ESA 的 JUICE 正好待在金星與地球軌道之間，與 3ILS 最近時距離不到6000萬公里，幾何條件相當友好。馬克思普朗克太陽系研究所的拉迪斯拉夫雷泽克也直言，這種軌道巧合完全沒在任務書裡，屬於意外之喜。兩者在各自軌道上各走各路，卻剛好擦肩到可觀測的距離，可謂宇宙級運氣。這樣的遭遇戰原本想都沒想過，團隊也是臨機應變，抓住機會。要知道 JUICE 的正旨是去木星系統考察那顆巨行星和伽利略衛星群歐羅巴、蓋尼米德、卡利斯托，但團隊迅速調整觀測計劃，分時啟用部分儀器，對準 3ILS 持續到11月25日，盡量多攢數據。當然，這次會合並不輕鬆，工程與安全邊界都得時刻看牢。一來它飛得太快，二來雙方相對方向差異大，目標鎖定與跟蹤都更考驗姿態控制。為把它牢牢框在市場裡， JUICE 得頻繁做微調，動態修正相機指向，可又不能久盯，因為某些敏感組件會暴露在強烈日照下。安全起見，每天最多開窗約30分鐘。就算時間緊巴，科學家們仍指望從有限數據中摳出關鍵特徵，拼出化學與物理畫像。接下來數周， JUICE 將盡力分析它掠日後溢出的氣體與微粒，抓取譜線、通量與時間演化。這些指標將成為判別成分配比、顆粒結構乃至形成環境的硬證據，為溯源提供抓手。不過成果要等到傳回數據後才能見分曉，待 JUICE 軌道幾何更利於回傳，預計2月份，我們才能系統解讀這次始料未及的相遇。感謝觀看，歡迎加入我們的社區，第一時間獲取進展與後續解讀，一起見證謎團被逐步拆解的過程。